男人在救蝴蝶时，竟意外被蜘蛛咬伤，可男人当时却不在意，殊不知这日后却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别怕别怕，我会很小心的。岂料回家后，男人开始剧烈咳嗽，突然晕倒，病入膏肓。经大夫诊断，已经时日无多了。母亲为了传宗接代，很快给男人娶了一位漂亮妻子彩衣。彩衣不但不嫌弃男人，甚至还悉心照顾男人的饮食起居。此后，彩衣每日深夜都上山为男人采药，熬煮汤药。原来彩衣正是男人救的那只蝴蝶幻化而成，为了报恩才化身人形相伴。在彩衣的照料下，男人病情逐渐稳定。可突然有一天，男人的好友与表妹来访，打破了这一切的宁静。然而，当他两人见到王静元漂亮妻子时，二人都十分诧异。嫂嫂，我之前一直在想，什么样的女子才能配得上表哥？今天见到嫂嫂，竟是如此的美丽啊！寒暄中得知，彩衣正要深夜上山去采药。林月如担心彩衣的安危，本想跟着去，却被彩衣委婉拒绝。而彩衣此时脸上不自然的表情，却好像刻意在隐瞒着什么。正是这怪异的举动，让一旁的李逍遥对彩衣产生了怀疑。为了搞清楚这一切，半夜时分果然被他发现鬼鬼祟祟出门的彩衣。他们紧跟其后，却不见身影。原来他早已察觉到身后尾随的二人，心知自己的身份可能曝光，于是故意制造出异动，好借此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。月如，李少侠，庄园夫人，这么晚怎么一个人出来采花草？相公喝的药里有几味是新鲜的花草，家里没有了，我怕耽误相公明日的汤药，便连夜出来找了。漏洞百出的措辞反倒使逍遥坚信自己的猜想没错。他们把这件事向刘静元如实告知，岂料平常文绉绉的庄园郎突然脸色突变，大发雷霆，似乎在刻意隐瞒事情的真相。就在李逍遥等人离开不远，相公喝药了。糟了！听到彩衣前来送药，李逍遥赶紧上前阻止，一把夺过药管，撒在了旁边的牡丹花上。果然，牡丹立马就变色了。这有毒！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。人赃并获还想狡辩，我早就怀疑你不是凡人，就是个蜘蛛精。这时，一旁的彩衣也是有口难辩，趁着王静元病发之际，迅速逃离了现场。没有吃上药的王静元吐血陷入昏迷，病情更加严重。这时，大夫告诉一旁的林月如准备后事吧。林月如不肯放弃，苦苦哀求，神医却递给林月如一瓶毒药，称这个药可以让她走得不那么痛苦。醒来的王静元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让月如把毒药给他，称不想再拖累家人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第二天，为了挽救自己的心爱之人，彩衣终于现出真身。她施法将万花的精元汇聚成一颗紫色凝珠，让刘静元服下为其解毒。可这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，也仅是杯水车薪。解毒还需下毒人，他不得不带刘静元来后山恳求毒娘子，这也刚好正中毒娘子的下怀。要救他，可是要耗费我功力啊！你乖乖的让我把你给吃了，让我得到你的羞辱，我才好想办法救他呀。他们终于相信彩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刘静元。原来不久前刘静元救下的那只蝴蝶，就是如今的彩衣。彩衣可以牺牲一切，也要为情郎争取一线生机。逍遥和林月如哪能看着他白白送死？但他们哪是一只修为千年蜘蛛精的对手？刚照面就被释放出无数的蛛丝，瞬间缠住裹成了一团。随着黑雾散开，一只奇丑无比的蜘蛛精映入眼帘。就当他准备享用自己的美餐之时，彩衣却挺身而出，护在二人身前。彩衣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蜘蛛精，危机时刻还好九剑仙及时赶到。蜘蛛精殒命的同时，一颗灵珠也随之出现，原来是得到了灵珠灵力的加持，蜘蛛精才会越发的凶悍。可当九剑仙看到中毒至深的刘静元和元气将尽的彩衣，表示这对鸳鸯命不久矣。在众人的不停追问下，九剑仙才道出唯一可救刘静元的办法，那就是以损耗彩衣千年修为为代价。小蝴蝶，你真想为了救他损耗你千年的道行啊？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相公，我的心爱之人，我无怨无悔。要想救他的命，你就要损害自己的命。我愿意。最终，彩衣的元神在情郎身边逐渐的消散，化作了一只飞舞的蝴蝶。世间自古多有孽缘，没想到世间有无情人，还有有情妖。时隔数日，重获新生的刘静元看到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心中不免泛起阵阵刺痛。只见一只金色蝴蝶径直飞来，萦绕在身边，久久不肯离去，随后竟直接落在了他的书本上。蝴蝶扇动着翅膀，似乎在向他诉说着心里话。他本想伸手去触摸，奈何蝴蝶却突然振翅飞离。也许选择安静的离开，才是他留给刘静元最后的爱。默默望着渐渐远去的蝴蝶，刘静元的双眼早已被泪水打湿。画面一转，另一边，现如今拜月教主的势力越发膨胀，为了不让无辜的生命牺牲，他们不能再坐以待毙。可拜月实力强横，如今只有激活灵儿体内的女娲之力，才能有一战之力。而想要完全唤醒灵儿体内的女娲之力，必须要女娲殿的天蛇杖和五灵珠。现如今五灵珠已经集齐，只要拿到天蛇杖就能对抗拜月。岂料拜月早已安排弟子守在女娲神殿入口。见状，李逍遥和阿奴留下来拖住他们，
灵儿则趁机溜进了女娲神殿。随着一道灵力漩涡浮现，灵儿被带到了一个未知的空间。在这里，她见到了女娲娘娘。孩子，我会将灵咒传于你，为世间消除苦难，重燃希望的责任，现在要由你来承担。灵儿明白。说完，灵儿就被一团灵力包裹，紧接着回到了现实世界。这时，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圣灵披风和天蛇杖出现在了大殿内，随后缓缓落在了灵儿身上。此刻，她真正的完成了蜕变。唤醒女娲之力后，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南诏，用手中的五灵珠为南诏求来了一场时隔10年的大雨。这时，巫王派人将灵儿召回皇宫，阔别20年的父女终于重逢。可不想父亲突然掏出匕首，一把刺入灵儿腹部。见状，李逍遥快步上前，一脚将其踹翻，接着一剑送他领了盒饭。没成想，巫王死后竟然化作了一棵树根。李逍遥连忙带着灵儿就要离开，这时却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既然都来了，何必急着走呢？”拜月，为了阻止拜月与水魔兽会合，李逍遥让阿奴带灵儿先离开，自己留下来拖住他。拜月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本以为自己拥有九剑仙的真传和无尘剑的加持，对付拜月会轻松许多，岂料却被拜月轻松挡下。可见拜月实力之强。而另一边，刚出大殿的阿奴就被守在这里的唐玉拦住。终于露面。唐玉没有理会阿奴，对着他一刀劈下。唐玉乃是拜月教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在其全力攻击下，阿奴被死死压制。就在这时，阿奴手上佩戴的铃铛被震醒，唐玉顿时感觉头痛欲裂，一股回忆涌上心头。两人在一起的美好瞬间不断在脑海中浮现。等他回过神来，眼中的杀气逐渐消失。唐玉所中夺魄已散，阁下勿论。原来拜月为了防止唐玉生变，在他身上下了摄魂咒。就在唐玉准备与阿奴相认时，身后突然射来无数利箭。见状，唐玉飞身挡在了阿奴身前。最终，唐玉死在了乱箭之中，这也成了阿奴一生的遗憾。与此同时，李逍遥和拜月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，两人从皇宫打到一片荒地。李逍遥终究不是拜月的对手，被其一杖打飞。就在拜月准备给李逍遥致命一击时，灵儿及时赶到，挥动天蛇杖将拜月逼退。妖女之后，是该送你去见你娘了。今日我就要为我娘报仇。话音刚落，灵儿跃至半空。灵儿之前专修克制阴邪的雷法，硕大的雷神法相在其背后凝聚，随即攻向拜月。见状，李逍遥将酒壶扔向半空，一个金身罗汉飞身而来接住酒壶，接着一饮而尽，正是九剑仙传授给他的九神咒。两人合力之下，拜月终是不敌，被击飞数十米远。可这却彻底激怒了拜月。只见他抬手召出水魔兽，一声令下，水魔兽便朝二人攻去。见状，灵儿继续使用雷力攻击，李逍遥则在水魔兽身上跳来跳去寻找他的弱点。可水魔兽皮糙肉厚，长剑根本对他造不成实质伤害。这时水魔兽看准机会，想要一口吞下李逍遥，不料却被李逍遥一剑洞穿。可这点伤害对水魔兽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眼看水魔兽如此难缠，灵儿只好动用五灵珠的力量，在女娲之力的催动下，五灵珠散发着五彩光芒攻向水魔兽。水魔兽最终不敌，沉入海底。拜月，已经无路可逃了。闭嘴！只要有我在，他就不会死。话音刚落，拜月转身跳下悬崖。就在李逍遥和灵儿以为一切都结束时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。这时灵儿才意识到，拜月他献祭了水魔兽。什么？谁也没料到拜月为了胜利竟舍身献祭。与其说是拜月控制了水魔兽，不如说他的心神早已被水魔兽控制，沦为复活水魔兽的牺牲品。面对眼前和水魔兽融为一体的拜月，两人并没有退缩，而是双手紧握，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。无数由剑气凝结的金色长剑直逼拜月面门。水魔兽与拜月融为一体后，不仅攻击力大幅增强，灵智也提高不少。两人的攻击对他来说毫无作用。见状，灵儿只好全力催动体内的女娲之力，硕大的法相天地在背后凝结。拜月面露凝重之色，接着全力攻向灵儿。一正一邪两股力量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，强大的能量波动震彻山谷。最终，拜月不敌，被女娲之力击中，再次沉入海底。而两人也因灵力消耗过度，受了不轻的内伤，已经无力再战。可沉入海底的拜月并没有死去，全力挣脱着女娲之力的束缚。他也是不死不灭之身，李逍遥知道灵儿想要做什么，上前一把抓住她，祈求灵儿不要离开自己。可在灵儿坚定的眼神中，李逍遥看到了她的决心。这是我们女娲后人的使命，我早就知道的。见状，李逍遥将灵儿紧紧地拥入怀中，生怕下一秒灵儿就会离他而去。这时水魔兽的咆哮声越来越大，如果再不动手，必将前功尽弃。是时候做出决定了。只见灵儿拿起权杖，施法召唤出数道藤蔓，将李逍遥牢牢捆住。等到李逍遥察觉，早已为时已晚。小哥哥，你以后要照顾好一如。说完便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，最终献祭自己，将水魔兽永远地封印在了湖底。